空军的运20战略运输机自去年4月首次飞出国门，向巴基斯坦运送抗疫物资以来，在接近1年的时间里，运20简直是在中国周边穿梭不停，向多个国家运输了大量的抗疫物资。机型圆润的胖妞已经成为展现我国形象、助力全球抗疫的一张中国名片。运20代号鲲鹏，机长约47米，机高是15米，翼展是45米，实用升限是13000米，最大起飞重量是220吨，最大载重量达到66吨，最大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700公里以上，最大的航程是7800公里。它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新一代多用途大型运输机，是具有战略投送能力的国之重器。有军事专家说，运输机相当于人的腿和肚子，腿的长短影响单位时间行进的距离，肚子的大小则决定容量。运20在关键的货舱容积设计上是采用了上单翼梯形尾翼翼吊4台发动机的气动布局，并且采用外置中央翼盒，机翼从货舱顶部置于机体之外，通过保型整流罩与机体相连，在机背上方形成较为突出的鼓包。运20总设计师唐长红曾向深圳卫视记者介绍，采用这种设计呢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机翼不挤占机内货舱的宝贵空间，运载能力比1276要大超过20%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作为我军最新型的战略运输机，运20拥有先进的航空电子系统，实现了通信、导航、气象等系统一体化，尤其配备了激光惯导、卫星导航、飞行管理、示警增强等等先进系统，这就赋予了运20在陌生和恶劣环境下长途飞行的能力。从运20执行的多次海外任务也可以看到，航线既包括飞越高原地带，还跨越了海洋。就以去年4月24号飞赴巴基斯坦为例，航路上横跨3个气候地形带，需要飞越海拔8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航线。高山深壑的喜马拉雅山脉上空，自人类第一架飞行器上天以来，至今都是殿堂级的大考存在。这里复杂的气象条件要比当年的驼峰航线还要复杂。在这里执行飞行任务，不仅对机组人员的飞行素质提出高要求，更是对飞行器质量的考验。而运20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次考验。此外，在这次跨国飞行任务当中，由于各国机场硬件设施条件不一，运20还展现出了良好的陌生机场起降能力。它配备了强劲的起落架，足以满足解放军全球到达、全域反应、全天候起降的行动要求。当然，运20作为一款战略运输机，首要任务还是进行兵力投送，助力空降兵部队提升重装突击战力。在空军去年8月进行的一次空降演练中，首次公开空降兵部队在运20上以3门4路的离机方式进行空降。在此之前，只有俄空天军具备这样的能力。根据外军演习和实战数据，一个受过中等训练的伞兵跳离飞机需用时是0.7秒，150名伞兵呢，只从2个侧门离机的话，需耗时是52.5秒。假设运输机以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来计算，这就意味着一个伞兵连会分散在长约5公里的范围内，而采用3门4路的话，150人只需要26秒就跳出了飞机，部队集结时间和给敌人的反应时间会减少1半，带来了巨大的战术优势。可见运20自2016年6月过水门正式服役以来，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成绩单。运20已经成为中国空军进行远程兵力投送的重要载体，同时也是执行抢险救灾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非军事紧急任务的一款重要装备。